It's progression in life. It's striving towards being a better human. 今天我们就说一下户外品牌的绿色谎言。整个时尚和服装行业大概排放8%到10%的温室气体，比整个航空业还有海运业加起来还要多。OK， 来有没有更具体的例子？等一下。棉花可能都是我们每天会用到的东西，很多的衣服都会用到棉花。但是除了棉花是全世界第2高的用水量的来源，它可能还会对环境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我们看一下，为了种植新疆棉，中国多次改道塔里木河，慢慢的下游的地方完全干竭，已经出现了沙漠化。罗布泊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无人区，还是核子弹的试验区。然后在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咸海，由1960年代起，面积已经缩减超过90%。在美国的 California Central Valley 也是重要的棉花产区，而为了生产棉，大规模的抽取地下水灌溉，导致地下水透支、土壤下陷等严重问题。这种情况已经影响了当地的水资源稳定，还有基础设施。Dip to a drop.Sinking ground in the Central Valley, now causing property values to sink. 那不要以为不是生产棉就没有问题，合成材料像 nylon、polyester， 它们是石油化工，在生产的过程其实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在冲洗的过程还会排放大量的微焦粒，所以整个 fashion and textile industry 就是整个世界上 top polluter. But I'm not an environmentalist. How dare you!我更不是要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判不同的品牌，但我觉得消费者应该有知情权，特别是户外品牌。一方面他们要跟地球做好朋友，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做着相反的事情。我自己就去过西藏2次，而且我去了 exactly 同样炸山的那个地方，而且西藏对于我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是在西藏那边求婚的，所以我对于这个炸山的事情非常的生气，也给了我这个 motivation 去拍这支影片，看一下其他的户外品牌，他们也是不是 hypocritic。然后我简单收集了一下资料，看一下各大户外品牌像 Arc'teryx、North Face、Patagonia 他们的网站是怎么说的。然后我就简单总结哈。那我觉得他们所说的保护环境主要用3个途径，第一个是只穿需要的，第二个是用再生材料，第3个是修补不丢弃。第一点，只穿需要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不同的户外品牌他们是怎么做。Arc'teryx 就是慢慢走向这个奢侈标签的品牌之一，现在开始就是流行这个 urban luxury， 就简单来说，把你的4-5千块的 functional outfit 变成潮服。North Face 更夸张，什么 Gucci 啊、Supreme 啊这种潮牌拉上关系，把它的 functional wear 那些什么 Gore-Tex 变成潮服。然后 Patagonia 的做法就有点不一样，他们 launch 了一个叫 Don't Buy This Jacket 的广告。Buy less, demand more. 这个广告非常成功 ，Patagonia 当季的销售量就增加了30%。所以我让你不要买，但你偏要买。了一个哈佛的教授认为，这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就是用一个矛盾去创造这个信任感。反消费的广告最后是创造了更多的消费。Again， 我不是不喜欢 fashion， 我也喜欢买好看的衣服，我也喜欢别人穿好看的衣服。但是你作为户外品牌，你一方面用环保去包装自己，另外一方面可能做着破坏地球的事情，然后慢慢的跟快时尚去靠拢。然后我会开始对一些不同的户外品牌产生不同的质疑。然后我们看一下第2点，再生材料。其实这一点才是很多人说不同的品牌
他们是有 greenwashing 的行为。Earlier this year, the UK launched a greenwashing investigation looking at some major fashion brands that it says could be misleading consumers. 因为很多品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原材料多少是用再生材料的，哪怕他们 T 恤是用5%，他们也会说整件衣服都是用再生材料做的。已经有很多报告指出，其实很多品牌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在2022年的报告指出 ，North Face 的 polyester 大概是21%是用再生能源的，然后 Patagonia 高达91%。这听起来好像我是帮 Patagonia 做宣传，但不一定。我们退一步来说 ，recycle materials 就真的是环保吗？一个瓶子循环的话，会变成另外一个瓶子，它就会变成一个 loop。但一个瓶子变成一件衣服，整个 loop 就会在中间中断，因为那些物料用在衣服上面是不能重新 recycle 的，但是塑料瓶可以。所以呢，如果一旦用在衣服上面，整个 recycling 的 loop 就会中断。其实啊，我也听别人说过，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回收物料，所以他们要去买塑料瓶，去满足他们的环保物料。所以这个瓶子本来是可以一直无限循环下去的，拿来做衣服是真的环保吗 ？Shit! Damn! 马二。那我们第3点说一下修补不丢弃。我觉得这一点不需要说太多东西。有些人批评很多产品、很多品牌，他们只会为他们的旗舰产品，比如像 Burton 的 AK 提供这个修补的服务。但我觉得这一点，这个批评声音不是非常有道理。你每一件买的衣服，我都可以让你修补，那我怎么赚钱？成本怎么算？那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真的用这个维修服务。在香港可以接触到这种维修服务，我相信比较少，但在台湾可能会多一点。那我觉得这个 reuse 的概念，不管是旗舰产品也好，是一般产品也好，我觉得还是要多多的支持。其实剩下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种户外品牌一边打着 sustainability 环保的这些口号，然后做着完全另外一种事情？其实我觉得这很大的原因背后就是因为这个 shareholder model。我们经常听到不同的老板说，我们必须要为股东创造价值。台积电绝对会为股东们创造更高的价值。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创造收入，不然的话股东会给压力， CEO 搞不好就会被炒掉。其实我分享一下 Arc'teryx、North Face、Patagonia 他们创办的故事，我觉得大家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是什么。Arc'teryx 是一个加拿大的品牌，他们是2个热爱攀登、爬山的创办人，完全专注在产品的品质上面，不搞大量生产。他们就凭借他们的品质快速打响知名度。但到了2001年，2位创办人他们选择 cash out， 然后把公司卖给了当时的 Solomon。那当时的 Solomon 是属于 Adidas， 然后 Adidas 再转手把他们卖给了芬兰的 Amer Sport。然后到了2019年，中国的安踏、腾讯，然后再加上一些私募基金，然后再加上 Lululemon 的前创办人 Chip Wilson 一起组团把 Amer Sport 收掉。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 ，Amer Sport 在美国上市，但背后最大的股东就是中国的安踏。So we got 11 brands in our portfolio, mainly led by 3 hero brands: Salomon, Arc'teryx, and Wilson. 在2001年前 ，Arc'teryx 还可以做自己的产品，为自己的理念想做自己的事情。但成为上市公司之后，最重要就是投资人的回报，你必须要持续的创造收入。所以啊，在上市之后，我们看到 Arc'teryx 开始进入这个 urban luxury。开始把他们的产品周期缩短，搞潮牌，这样才能更快的创造收入。那 North Face 的话，它的路径其实跟 Arc'teryx 也差不太多。值得一提的是，North Face 跟 Patagonia 2个竞争对手，他们的创办人其实是好朋友，他们是攀登时候的伙伴。但后来啊 ，North Face 就被 VF 集团收购。那 VF 集团旗下还有 Timberland、Vans。Dickies，North Face 是他们整个集团最赚钱的一个品牌。
那上市了之后，走上也是同样的路。你只是搞 functional wear 的话，我怎么能赚钱？我赚的还不够。大家也知道，上市公司我看的不只是你现在能不能赚钱，你的增长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你只是搞攀登，你只是搞 functional wear， 那我的增长率在哪里？那我就做 crossover， 我跟 Gucci， 然后跟 Supreme， 我再跟其他的品牌做合作，做潮服，这才是新的金钱来源。让我们看一下 Patagonia。说实话，在所有比较大的户外品牌当中，我认为 Patagonia 是相对他们做的事情跟他们的口号是比较一致的。North Face 其实是 Patagonia 收入的2倍。那 Patagonia 到现在还是保持着他们的私人企业的地位。那他们的创办人现在还在公司里面，这也是一定程度我觉得是 Patagonia 能保持相对真诚的一个重要的点。创办人其实是真的做了蛮多实际行动，譬如把股权让给了信托基金，然后去做一些真正环保的事情。 Not a lot of people understand how serious we are about saving this planet. I'm dead serious. 不过 Patagonia 也不是完美无缺的，那他们也被爆出过一些新闻，包括像他们的防水服里面的表层有一些致癌的物质，他们很快就换掉，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但整体来说，我认为他们的确是比同行更能实践自己的口号。而有趣的是呢，其实几个 founder 离场了之后，在环保的领域真的很活跃。The North Face 的创办人 Doug Tompkins got on what I consider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ne, which is working on environmental and conservation issues. 那后来呢，他在南美做大规模的土地保护计划，收购了很多智利、雅根林的土地，然后捐出来做这个国家公园。他基本上是全球私人保育最大的贡献者之一。说实话，这支影片的结论非常难想，因为我不希望这支影片是特别是在道德层面的一个批判性的影片。我是希望带出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然后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因为说实话，如果我是一些品牌的 CEO 的话，我可能也会做出相似的行为，比如 greenwashing。因为资本的游戏是残酷的，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那如果你做不好，没有持续尽量多的收入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换掉。那幸运的是我不是 CEO， 那我只是一个消费者。我相信看这个影片的人，你们应该也是喜欢户外的，你们应该也是喜欢滑雪的。我希望20年后，当我在有机会去西藏、去瑞士、去日本滑雪的时候，他们的景色还是一样的。我不会怕1月的时候已经没有雪了。那我相信作为消费者，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可以做出改变的。希望这支影片、这支分享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谢谢大家，拜拜。